第二部即将来袭，李现杨紫 CP 粉狂喜。第二部为何换马甲？国色芳华热度爆表，续集呼声高涨。国色芳华的热播并非偶然，这部剧以极高的质量标准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瑰丽且真实的大唐盛世，每一帧画面都如同一幅画卷，服装、道具、场景设计无不精致，甚至连剧中花草的布局都透着匠心独运。加之情节跌宕起伏，观众在紧张与感动间不断切换，仿佛跟着角色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杨紫与李现的合作更是锦上添花，两人既有过去的默契积累，也展现出全新的荧幕表现力。尤其是杨紫饰演的何杜芳，既聪慧又倔强，面对生活的苦难毫不妥协，从一个受人欺辱的小女子成长为自立自强的长安名花师，给人以无限启发。而李现饰演的蒋长阳，表面上玩世不恭，实则腹藏乾坤，他与何杜芳之间既是知己也是伴侣，共同成长的过程让观众深感触动。很多观众坦言，他们已经许久没有看到这样一部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古装剧了。国色芳华不仅让人沉醉于角色的命运与情感，还让人仿佛回到大唐盛世，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与魅力。续集的呼声之所以如此高涨，正是因为第一部在各方面都给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观众们迫切希望能延续这种感动，再次看到他们所深爱的随之与牡丹，这种共鸣也正是国色芳华的魅力所在。然而，等待续集的过程总是漫长的。很多粉丝在担忧第二部是否会因为时间过长而失去原本的热度，也有人希望能以最快的方式看到后续的发展。无论如何，国色芳华第一部的成功已经证明了它的实力，观众们的热情不会轻易退去。演员发声，第二部更精彩。演员的表态对于剧迷来说无疑是一剂定心丸。当饰演三郎的演员在评论区回应第二部会更精彩时，粉丝们的期待值瞬间飙升。这不仅说明续集确实存在，更是暗示了第二部在内容和制作上或许将有所突破。而杨紫在普拉达活动中的发言更让人信心倍增。作为国色芳华的女主角，她对剧集的理解和感情显然比观众更深。她能够如此坦然地让大家期待第二部，意味着剧组对续集的品质充满信心。从杨紫的语气和表情来看，她似乎也对续集的剧情充满期待，仿佛要为观众带来更大的惊喜。此外，李现作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他的演技和角色深度无疑也是观众期待续集的重要原因。蒋长阳这个角色兼具复杂与魅力，他不仅是一个大唐时代的贪官，还是朝廷清理门户的关键人物。从人设到演技，李现都展现了极高的专业性。他与杨紫的搭档，更是让观众对 CP 感有了全新的认识。演员们的积极发声，不仅是对粉丝的回应，也是对剧集品质的肯定。他们深知国色芳华在观众心中的分量，因此格外慎重地选择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或许在未来的宣传中，我们还能看到更多幕后故事的分享，这些细节将让观众更深刻地体会到演员和剧组对作品的用心。对于剧迷来说，这种互动和共鸣无疑是追剧过程中的一大享受。为何换马甲？锦绣芳华成关键词。换马甲是近几年影视剧中一个常见的操作，尤其是面对广电总局的规定，剧组需要寻找更加灵活的方式满足观众的需求。按照规定，电视剧分部播出时，每一部分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这一规则的初衷是为了规范市场，避免分拆剧集过度圈钱。然而，这也无形中延长了观众的等待时间，给剧迷们带来了极大的焦虑。有博主透露，国色芳华第二部可能改名为锦绣芳华，以此绕过相关规定，尽早与观众见面。这种操作虽然略显投机取巧，但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毕竟，等待1年以上的时间会让剧集的热度难以维系，观众的耐心也会逐渐消磨。与其被规则限制，不如通过合理的方式满足观众的期待，这种变通也显示了剧组对观众需求的重视。而锦绣芳华这个名字也非常贴合剧情的发展。
相比于第一部的国色，第二部或许更强调锦绣的意象，既象征大唐的繁华盛世，也寓意蒋长杨与何杜芳在权谋与爱情中的锦绣前程。名字的更改不仅是为了绕过规定，也是一次巧妙的升级，让人对续集的剧情更加充满遐想。观众们对此操作的接受度普遍较高，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调整是为了尽早让他们看到心心念念的随之与牡丹。在情感上，观众与剧组形成了共鸣，大家都在期待这部剧能够再一次刷新古装剧的高度，为我们呈现一场真正的锦绣之作。第一部的圆满收官。国色芳华第一部以杨紫饰演的何杜芳与李现饰演的蒋长杨之间的情感线为核心，从最初的误解到最终的相知相爱，这段爱情历程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在剧中，何杜芳从一个被家庭束缚的商人之女，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花艺大师，这种人物弧光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代入感。观众们看着她从柔弱到坚韧，从隐忍到勇敢，感受到了她在逆境中不断成长的力量。这样的角色设定不仅令人动容，更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面对困境时的心路历程。而蒋长杨这个角色则让人看到了另一种成长，他从最初被误解为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到最终展现出自己的责任感和大义，呈现出一个复杂且真实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在面对权谋与爱情的双重抉择时，他的智慧与果敢令人印象深刻。第一部将他们的爱情故事定格在成婚的情节上，不仅为观众留下了甜美的回味，更让人对他们未来的生活充满期待。此外，何杜芳在事业上的成功也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她凭借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在长安开设了最有名的花店，成为京城中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胜利，也是对女性在古代社会中如何突破束缚，追求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而这一点也恰恰是现代观众最能与之共鸣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像何杜芳一样，在人生的舞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正因如此，第一部的结局既是情感上的圆满，也是角色成长的一个阶段性高峰。这种留白的方式不仅为观众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也为第二部埋下了丰富的剧情线索。第二部剧情前瞻，从爱情到权谋。如果说第一部的重点在于何杜芳和蒋长杨的爱情故事，那么第二部的主线显然更偏向于权谋与大局观。据爆料，第二部《锦绣芳华》将以蒋长杨整顿朝廷、拯救国家为主线展开，这意味着剧情的格局将进一步扩大，观众将看到一个更加宏大的大唐。蒋长杨的角色会迎来更多层次的挖掘。据传，他隐藏着一个极为尊贵的身份，这将成为第二部的重要看点。这样的人物设定无疑会为剧情增加更多的悬念与戏剧张力。观众或许能在第二部中看到一个更加复杂的蒋长杨，他不仅是一个深谙政治手段的能臣，也是一个忠于内心、肩负家国重任的英雄。何杜芳作为蒋长杨的妻子，也将在第二部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她从一位普通的商人之女，成长为京城花艺界的翘楚，而在第二部中，她将以更大的格局参与到朝廷的风云变幻中。作为蒋长杨的得力助手，她的智慧、勇气与才华将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预见，她将继续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何为女性的力量。此外，第二部的剧情还将进一步挖掘大唐的政治生态与社会风貌。从朝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到国家层面的危机处理，这些元素不仅丰富了剧情，也让观众对大唐这个历史背景有了更深的代入感。对于喜欢历史剧的观众来说，这种多线叙事的布局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更值得期待的是，权谋与爱情的结合将如何处理。在蒋长杨面对朝廷内部的危机时，他与何杜芳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是共同面对挑战，还是因外部压力而产生裂痕？这些都为观众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观众期待夏天再会随之与牡丹。对于观众来说，国色芳华第一部的成功无疑是对第二部最大的期待基石。
杨紫与李现的精彩表现，让观众对随之与牡丹这对荧幕情侣倍加喜爱。许多粉丝甚至表示，只要能再次看到这对 CP， 即便等待1年也心甘情愿。然而，观众的期待不仅仅停留在爱情层面，他们更希望看到剧情在第2部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第1部中的爱情故事固然令人感动，但观众对复杂的权谋斗争同样充满兴趣。尤其是在看到蒋长阳隐藏的身份与何杜芳如何融入朝廷的故事线后，观众希望剧情能更加细腻地展现角色在面对困境与抉择时的情感波动。此外，观众们也希望第2部能够延续第1部的高水准制作，从场景设计到服化道具，从台词到镜头运用，国色芳华都展现了极高的制作水平。尤其是剧中对大唐繁华景象的还原，既细致入微又大气磅礴，让人仿佛穿越回那个时代。因此，第2部在制作上的表现同样是观众关注的焦点。当然，对于这部剧的粉丝来说，最大的期待莫过于杨紫与李现的对手戏。2位演员在第1部中的默契配合，让角色显得真实又充满感染力。观众希望在第2部中能看到更多2人共同成长、共同面对挑战的情节，尤其是他们如何在风云变幻的朝廷中彼此扶持，这无疑是整部剧的灵魂所在。总之，锦绣芳华的到来不仅承载着观众对随之与牡丹这段爱情的美好期待，更承载着对大唐盛世风貌与复杂人性刻画的更高期望。让我们共同期待今年夏天的再次相遇。感谢支持，期待更多。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国色芳华的喜爱与支持。如果你也为随之与牡丹的爱情感动，为大唐的繁华震撼，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期待和感受。记得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让我们一起期待锦绣芳华的到来。更多精彩剧评和幕后故事，敬请关注，我们下期再见。